这一集我们来到河南商丘，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小城，却因为有了黄河水，顿时灵动起来，让人一下子便喜欢上这个充满浓浓华夏古文化气息的小城。这里不仅是商朝最早的建都之地，这里还是古代女扮男装替父从军、千古流芳的花木兰的故乡。商丘位于黄河南面上百公里，黄河水是怎么过来的呢？原来这些黄河水是从黄河边的三一寨闸抽取的，利用古时1128年至1855年的黄河流路，也就是明清黄河故道，输送到商丘的。我们追溯黄河故道，万万想不到明清时期波澜壮阔的黄河故道，怎么可能竟是眼前的这条小水沟呢？你好，师傅，我们想麻烦问你一下，我们想看那个黄河故道，这在哪市啊？哪个市啊？这个就是啊，这个就是故道啊，这么小了哈，没有大河了那边，没有了啊，就这个了。啊，小小的窄窄的这一个水池那你涨水，它都是水，这个压，这是淹一段。啊，如果涨水的时候，这都是水都会被淹了哈。对。这水是哪来的？是黄河过来的吗？新郑河过来的。新郑河。西边。西边有条河，从那河过来的了。这么条小河也没什么水了，哎呀，变化太多了。您见过啊？您小时候可能时候河可能就这么大。啊，在您小时候的时候啊。小时候就这么大。啊，太这么变化。水是水量最大呀，像您说的会漫到两边了。对。几月份的时候会有那么大水？去年。啊。去年都这每地都是水。哦，这麦地这全都是水了。对。啊，您捡着树叶回去烧是吧？喂羊。我们面前，这就是黄河故道。没有想到，1855年之前，奔腾咆哮了黄河，如今就成了这个小溪流了。这要不说，谁也不知道，这就是曾经的黄河。两边树林，还有麦地，还有果园。黄河人民还在这生活。从这里接着往前，我们看见黄河故道上一个个水库和湖泊。在这里，黄河故道犹如江南水乡，河岔纵横，碧波荡漾。如今的黄河故道已经更多的成为一个造福百姓的水利设施，它也造福了商丘这片古老的土地。商丘虽然是河南的一座小城，却拥有着和中华古文明一样悠长的历史。古城外圆内方，呈一个巨大的古钱币造型，且其地势为龟背形，有商丘作为华夏之邦商文化发祥地的隐喻。汉语中商人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？话说商始祖谢的六世孙王亥带领商部落，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外部落去交易，所以人们就把第一个做买卖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。这里还有一个著名的人物，他就是仁义之师宋襄公。周灭商之后，遵循兴灭继绝的传统，封商纣王的兄长于商朝的旧都商丘建立宋国。春秋初期，宋国曾一度位列春秋五霸。公元前638年，宋国和楚国爆发了洪水之战，
楚军进抵洪水南岸时，宋军已在北岸列阵待敌。如此天赐的大好时机，部下立刻向宋襄公建议，当楚军开始渡河时，可半渡而击。宋襄公则表示不同意，说：仁义之师不以阻碍，不鼓不成列。洪水之战，宋国大败，成为古今中外军事上的一个笑话。但其实呢，周朝时天下诸侯都是兄弟姻亲之国，战争只争个输赢，不再多杀，所以战争要符合周礼。每次交战双方投入的战车至多不过几百辆，与其说是战争，不如说是两国贵族之间的决斗吧。洪水之战之后，李义之兵退出历史舞台，战争马上就充满了诡诈、奇谋和残酷血腥。所以说，与其说洪水之战是宋襄公的失败，不如说是周礼的崩溃。往事如烟，如今这片土地上，只余沧桑的商丘古城，和商丘其他的公园一样，都成了市民休闲的好去处。下一集，我们将前往商丘黄河故道国家森林公园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请关注、订阅、留言、转发，支持我们呀！